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哎呀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真的是气得我牙痒痒。我从事红娘工作这么多年，见过形形色色的相亲男女，但像今天这位小芳这样执迷不悟的还真是少见。那天啊，我正在办公室喝着茶，刷着短视频，就接到一个电话，对方开口就是丽姐，我听说你是全城最厉害的红娘，想请你帮我把把关。我笑着说，哎呀，谢谢认可，妹子贵姓啊？我姓王，今年35岁，前年离的婚，没有孩子。丽姐，我这条件在你们这边算是好的吧？小芳说这话的时候，语气中带着一丝骄傲。我暗暗叹了口气，心想这年头，大龄离异女士找对象本来就不容易，可千万别还挑三拣四的。我随口问道，妹子工作和经济状况都还好吧？我在外企做财务主管，年薪40万，有2套房子，一套是婚前买的，一套是离婚分的。平时喜欢健身，保养的还不错，很多人说我看起来就像28、9的样子。听到这里，我稍微松了口气，条件确实还不错，现在很多男士也比较看重女方的经济基础。但是接下来他说的话直接让我差点把手中的茶杯摔在地上。丽姐，我对另一半的要求其实不高，小芳慢悠悠地说，就是希望年龄在35岁到40岁之间，身高175以上，长相不能太着急，最好是海归，年薪至少要200万以上。哦，对了，最好是未婚的，有房有车，家庭背景要好一点的。哈，我一时语塞。妹子，你刚才说要求不高？对呀，现在这个年代，年薪200万不算什么吧？我自己都有40万呢。再说了，我条件这么好，找个门当户对的不过分吧？我深吸一口气，觉得有必要跟他好好聊聊。妹子啊，你听丽姐说，现在是2025年，不是2015年了。你说的这些条件，每一条单拎出来都不难，但是组合在一起，这概率比中彩票还难啊。怎么会？小芳不服气地说，我闺蜜圈就有好几个老公年薪大几百万的。再说了，我自己条件这么好，找个年薪200万的不是很正常吗？你先别急，让丽姐给你分析分析啊。我掰着指头给她算，首先35到40岁的优质未婚男士，大多早就成家了，剩下的未婚的，要么是事业刚起步，要么是有其他原因。你要求海归年薪200万，这已经是很优秀的一批人了，人家凭什么非得等到35岁还单着啊？那离异的也行。小芳稍微退了一步，那更复杂。我叹了口气，离异的男士很多都带着孩子，你能接受吗？而且你自己也是离异的，为什么人家优质男就一定要接受离异女呢？丽姐，你这话说的，什么叫人家优质男不一定要接受离异女啊？小芳明显有点急了，我这条件很多人追的好不好？我前夫当初求我好久我才答应的。哎呦喂，我听着这话就想笑。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拿年轻时的条件说事儿。我喝了口茶，慢悠悠地说，妹子，不是丽姐打击你。你说你很多人追，那都是以前的事了吧？现在的你跟10年前的你是一样的吗？我现在更好啊。小芳不服气地说，我现在事业有成，经济独立，懂得保养，而且活得明白了。以前傻乎乎的，什么都不懂，现在我知道自己要什么了。那你知道现在那些年薪200万以上的优质男士要什么吗？我放下茶杯，正色道，还能要什么？不就是找个贤惠的，能照顾他生活的？小芳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，我真是哭笑不得。妹子，你要求人家年薪200万，人家找对象就只看贤惠了？你想的也太简单了吧？那些真正的优质男眼光可毒着呢，他们看重的是综合条件，年龄、样貌、学历、家庭背景，缺一个都不行。可是小芳还想说什么，我打断她，我问你，如果现在有个男的35岁，离异带娃，年薪50万，你愿意考虑吗？当然不愿意啊。小芳想都没想就回答，我自己都40万年薪了，找个50万的，那不是找个拖油瓶吗？那你凭什么觉得人家年薪200万的就该接受你呢？我这句话可能说的有点重，但我觉得有必要给他当头棒喝。你嫌弃人家50万配不上你，人家200万就该照单全收。
这是什么道理？小芳被我说的愣住了，半天才憋出一句：那我这条件该找什么样的啊？这就对了嘛，我语气缓和下来，找对象要实事求是。你要求别人的，自己要先达到。你不能一边嫌弃条件差的，一边又觉得条件好的必须接纳你，这不合适。我叹了口气，你觉得换了你是男生，被这样看不起，心里会好受吗？正说着，服务员过来了，这位小姐，请问买单吗？小林挥挥手，等会儿吧，我男伴还没回来呢。服务员为难地说，那位先生刚才已经离开了，我们在监控里看到他匆匆走掉了。什么？小林一下子站起来，他就这么走了？那这顿饭，服务员递上账单，一共是53600元。小林的脸瞬间白了，丽姐，这怎么办？这时我哪还帮得了他？我可是提醒过他的。看着他手忙脚乱地掏出好几张信用卡，我心里直摇头。那天晚上，小林刷了3张信用卡才勉强付清账单。付完钱，他站在餐厅门口就哭了起来。丽姐，你说他怎么能这样？第一次见面就让女生买单，还是这么贵的账单。我一听这话就不乐意了。小林啊，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。是谁一上来就点了那么多贵的菜？是谁非要开那瓶最贵的红酒？人家小陈可是一直在暗示你别点那么多。可是他不是年薪很高吗？这点钱应该不算什么吧？小林还在嘟囔。哎呦，我的大小姐，我这个气啊！你知道人家虽然年薪不低，但是每个月都要还创业贷款吗？你知道人家平时很节俭，就是为了把钱都投入到公司发展吗？你以为人家那些钱都是大风刮来的？小林愣住了。创业贷款？这个你之前怎么没说？我要是早说了，你怕是连见都不愿意见人家吧？正说着，我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，我的助理小张探头进来，丽姐，吴先生来了。哦，好，让他稍等。我对电话那头的小芳说，妹子，一会儿我有个客户要谈，这样你先好好想想我说的话，等你想通了，我再给你介绍合适的。等一下。小芳急急地说，丽姐，那个吴先生是什么条件啊？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，怎么，你这还没想通呢？我就是问问。小芳吞吞吐吐地说，行吧，我跟你说说。我看了眼登记表，吴先生今年37岁，深圳一家科技公司的技术总监，年薪确实不错，大概180万左右，身高178，研究生学历，家里还有套房子。哇！小芳立刻来了精神，丽姐，这条件不错啊，要不打住？我严肃地说，人家的要求是30岁以下，身高165以上，本科以上学历，最好是未婚的。啊，小芳明显蔫了，为什么啊？都37岁的人了，还找这么年轻的，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现实。我语重心长地说，你不是觉得年薪200万的大有人在吗？确实不少，但是人家也有选择的权利啊。你不愿意降低标准，人家凭什么要降低标准？那丽姐的意思是，我就该找个条件差的将就。小芳的语气带着点赌气的意味。哎呦，你这孩子，我都快被他气笑了。什么叫将就啊？我问你，你觉得年薪80万的算条件差吗？这个小芳犹豫了一下，也还行吧。那你知道年薪80万在整个深圳能排到前几%吗？我不等他回答，继续说，算上所有的上班族，年薪80万能排到前3%。你要求200万，那就是前1/1000的人群了。真的假的？小芳明显不信。那我闺蜜圈怎么那么多老公年薪100万以上的？我忍不住笑出声。妹子，你这就是活在信息茧房里啊。你的闺蜜圈能代表整个社会吗？再说了，人家在朋友圈晒的收入你也信？这小芳语塞。而且啊，我继续说，你老觉得自己年薪40万很了不起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比那些月收入1万出头的女孩强很多？那当然啊，小芳理直气壮地说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在那些真正的富豪眼里，你的40万年薪跟1万多的月薪其实没什么区别？我一针见血地指出，都是普通打工人啊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。我知道自己说的有点狠，但有些话不说透，他永远不会明白。
那丽姐，你说我这条件该找什么样的啊？小芳的语气软了下来，这就对了。我换上温和的语气，你看啊，你现在35岁，离异，年薪40万，有2套房子。从年龄上来说，找个35到42岁的比较合适。从经济条件来说，年薪60万到100万的都可以考虑。啊，差距这么大的没问题吗？小芳问，怎么会有问题？我解释道，现在是2025年，两个人在一起，最重要的是三观相合，生活习惯相近。你不能光看收入差距，要看整体匹配度。那离异带孩子的呢？小芳小心翼翼地问，这个要看你能不能接受了。我实话实说，但是我建议你可以考虑。因为同样年龄段的优质男士，大多数都已婚已育了，离异带娃的反而比较现实。正说着，我瞥见吴先生已经在外面等了好一会儿了。妹子，你再好好想想。这样，我手上正好有几个条件不错的男士，等你想通了，我给你介绍。等一下。小芳又叫住我，丽姐，你刚才说的那个吴先生真的不能考虑我吗？要不你帮我说说好话？我都快被他给气笑了。你这孩子还是没听进去我刚才说的话是不是？人家明确说了要30岁以下的未婚女士，我怎么帮你说好话？再说了，你觉得以他的条件找个年轻漂亮的姑娘有什么问题吗？可是小芳还想说什么，没什么可是的。我打断他，你自己想想，如果现在有个45岁的大叔条件比你差，非要我帮他说好话介绍给你，你愿意吗？当然不要。小芳想都没想就拒绝，这不就得了？我语气加重，你不愿意降低标准，人家为什么要降低标准？我在这行这么多年，看过太多像你这样的情况了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起前几天接待的另一位女士。我给你讲个例子吧。前几天来了个女孩，比你小2岁，33岁，也是离异，在银行上班，年薪30万。一开始也跟你一样，非要找个年薪100万以上的。后来呢？小芳追问。后来经过我的开导，她放下身段，接受了一个开小加工厂的男士。那男的虽然没有他要求的那么高的学历，年薪也就60万左右，但是为人老实，特别顾家。我继续说，你猜怎么着？他们处了1个月，女孩特别满意，现在都准备领证了。真的吗？小芳明显动摇了。我骗你干什么？我说，那女孩前2天还特意来感谢我呢。她说以前总觉得自己条件好，非要找个特别优秀的。现在才发现2个人过日子，最重要的是性格合得来，生活习惯相近。那他们收入差距这么大，会不会有问题啊？小芳还是有点担心，你想多了。我笑着说，那男的虽然学历不高，但特别实在，把工厂打理得井井有条。最重要的是，他特别疼媳妇，知道女方喜欢买包，特意给她配了个限量款。平时工厂再忙，也准时回家陪她吃饭，这才是真正的优质男人。是这样啊，小芳若有所思。所以啊，我趁热打铁，找对象不能光看表面条件。年薪200万的优质男固然好，但是人家也有选择的权利啊。与其把时间浪费在不切实际的幻想上，不如脚踏实地找个真心对你好的。丽姐，那你觉得我该找个什么样的啊？小芳的语气明显软了下来。这就对了，我开心地说，我这里正好有几个不错的男士。有个做外贸的，今年39岁，离异带个上小学的女儿，年薪80万左右。为人稳重顾家，就是工作比较忙。还有个是做建材生意的，40岁，未婚，家里有老房子要照顾父母，年薪60万到70万之间，等等。丽姐，小芳打断我，你说的这些条件好像都不太好。我差点没被她气死。怎么，这就是你所谓的想通了？不是。小芳连忙解释，我的意思是，他们的条件跟我想象的差距有点大。哎呀，你这孩子，我真是又好气又好笑。你到底有没有听进去我刚才说的话啊？我再问你，你觉得自己最大的优势是什么？小芳想了想，年薪40万，有2套房子，气质好，会保养。错。我斩钉截铁地说，你最大的优势是你现在终于来找丽姐了。知道吗？在这一行干了这么多年，我最大的本事就是给人做思想工作。
你要是能听进去我说的话，保证3个月之内给你找到称心如意的另一半。真的假的？这么神？小芳明显不信，你以为呢？我得意地说，上个月我帮一个38岁的女医生找对象，条件跟你差不多。一开始也是各种挑剔，要求特别高。后来经过我开导，她接受了一个开水产生意的。你猜怎么着？人家现在都准备订婚了。啊，医生怎么会看上做水产生意的啊？小芳惊讶地问，这就是你的偏见了。我说，人家虽然是做水产生意的，但是特别上进。从一个小摊位做起，现在已经开了3家连锁店。最重要的是特别顾家，对另一半体贴入微。你知道吗？他们第一次约会，那男的就特意去查了女医生最喜欢吃什么，专门找米其林大厨学做菜。这么浪漫啊！小芳明显被打动了。所以说啊，我语重心长地说，找对象不能光看表面条件。年薪200万的男人你确实找得到，但人家未必看得上你。还不如找个条件相当、真心待你的。丽姐，我想通了。小芳的声音低落下来，你说的对，是我太好高骛远了。这就对了，我欣慰地说。这样，我手上有个不错的男士，今年38岁，离异没孩子，在科技公司做高管，年薪90万左右，性格特别好，就是工作比较忙，要不要考虑一下？真的吗？小芳的声音一下子亮了起来。好啊，好啊。看着吴先生还在外面等着，我赶紧说，那这样，你先把个人资料发给我，我整理一下再联系你。记住啊，从今天开始，你要调整好心态，找对象不是到许愿池许愿，而是要脚踏实地。挂了电话，我长出一口气。这年头干红娘这行真不容易，不仅要给人牵线搭桥，还得当知心姐姐。不过想到又帮一个人找到了人生的另一半，我心里还是美滋滋的。